要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谋攻之法在于伐谋伐交，到了攻城，那是下策。请问不战而屈人之兵有可能吗？诚如艾跃进教授在多年前所问的，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在现代战争中有实践的可能吗？现代战争一定要像西方那样靠飞机大炮轮流轰炸，像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那样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把加沙地带夷为平地，甚至连儿童医院都不放过，才能赢得胜利吗？这样得来的胜利能让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世界心悦诚服吗？能确保中东地区长久和平吗？也许中国古人2000年前的智慧能给现代战争提供一点新思路。2023年10月底，第10届香山论坛在北京举办，美国等90余个国家的军事专家云集于此，共同围绕国际安全合作与亚太地区安全的主题展开研讨。其中有一场孙子兵法专题研讨会尤其火爆，根据相关媒体报道，还有很多外国专家做笔记。就在北京香山论坛举办的同时，毗邻中国云南的果敢地区，凌晨4点的一声炮响，打碎了缅北电诈集团的发财梦。那些头天晚上还在为诈骗到了中国老百姓钱财而放烟花、大肆挥霍的电诈犯们，见到了真正的烟花，同盟军下山的消息不胫而走，诈骗犯们人心惶惶。但转念一想，同盟军往年也就在红岩乡挖挖野菜、打打游击，所以一开始就没当回事。要知道，他们背后不但有4大家族武装，还有闽昂莱军政府撑腰。缅军在果敢深耕多年，完全掌控了老街周围几百个制高点，而且闽昂莱号称拥有35万正规军，又有飞机大炮的加持，就凭同盟军几千杆枪加上有限的无人机和火箭弹，要想拿下老街，无异于痴人说梦。然而这些诈骗集团难以预料的是，当同盟军打出反电诈旗号时，他们就注定了覆灭的命运。人民战争的精髓之一，师出有名，也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的上兵伐谋，讨伐的是民心所恶。缅北电诈集团和他们背后的保护伞，这几年搞电诈，让多少中国普通老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早已是天怒人怨。彭德仁打正义之旗出师讨逆，自然事半功倍。谁要是反对打击电诈，谁就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因此同盟军所到之处，缅军望风而降，短短1个月已经拔出了老街周边大大小小200多个据点，老街已经彻底成为一座孤城。之前有朋友说同盟军根本打不过缅军，除非中国方面出兵40万才能打掉缅北的电诈集团。有这些想法的朋友，只能说你们太低估大国的棋手了。高手对弈，攻城是最次等的选择，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才是首选。看看之前号称果敢第5大家族的明学昌家族的覆灭过程就可以印证。在关键的时间节点，温州警方只是发了一则通缉令，不到4天时间，缅甸军方就直接宣布明学昌畏罪身亡，并把其他3名通缉犯移送中方，同时还放出3段电诈头目忏悔视频，借电诈分子之口正告缅北犯罪集团放弃幻想立即释放被扣押的中国籍电诈人员。4大家族方面再不愿意也只能低头交人。另一方面，中方派大使与闽昂来沟通，表示年底之前要彻底清剿缅北的电诈园区，同时公安部出访缅甸周边国家商讨联合打击电诈。闽昂来之前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向缅北大举增兵，但从行动上来看，也就派了几支小部队在果敢周边游走，对同盟军占领的据点搞点小轰炸。缅军炮火波及木杰口岸的中方货车，解放军南部战区随即宣布实战演训，海军护航编队顺势造访缅甸仰光，为当地华人华侨提供安全保障。如果结合起来看，这正是孙子兵法中伐谋伐交的结合，也就是外交上的努力。彭德仁不愧是川大的高材生，对中国的孙子兵法也是心领神会。无意中翻到一张有趣的照片，同盟军的一次会议上，彭德仁身后书法写的就是孙子兵法原文，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在2009年经历88事件兵败之后，彭家声和彭德仁退守红岩乡打游击，随后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成立了缅甸民主正义党，在果敢同盟军中设置政委，由党领导军队。人民战争的另一个要义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所以这几天同盟军还趁着老街电诈人员遣返的间隙，慰问受伤群众，对被俘的缅军战俘实行优待。实战当中，同盟军还会利用无人机定点清除，或者利用地形优势伏击前来支援的部队，这就是教员讲的杀伤敌人有生力量。孙子兵法中的伐兵，关于同盟军的具体战术，我们后期再着重分析。所以如果能兼顾伐谋、伐交、伐兵，诚不攻自破，最终就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北京香山论坛上，许多西方军事专家都把孙子兵法推崇为战争的艺术，称孙子兵法可以为战争提供新的解决方案。然而一到实践当中，还是像100年前火烧圆明园一样野蛮粗暴，洋人一句可怜焦土。以色列战机对加沙地带的掘地3尺，巴勒斯坦无辜民众的愤怒与绝望，
仇恨的种子一旦生根，几代人都难以弥补，这是时代的悲哀，也是对民主自由的讽刺。孙子兵法的最终目的是要以武止戈，以战止战。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真理不只建立在大炮之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争也要有新思路。